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辈们常吃的保健食品里暗藏的危机。许多子女买昂贵的营养补充给父母，希望他们健康长寿。许多银发族自己也天天吞一把保健药丸，觉得多补就多健康。然而，一位70岁的老医师在退休后终于道出良心告白，有5种常见的保健食品，其实千万不能让长辈随便乱吃，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。这些原本为了健康而服用的东西，可能正偷偷伤害着肝脏和肾脏，甚至增加出血、中风或心脏病的风险。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揭开这5大保健陷阱的真面目。首先要提的第一种，就是很多长辈每天必吃的钙片。补钙在一般人印象中是强化骨骼的必需品，毕竟上了年纪骨质疏松风险高，补点钙好像天经地义。但您知道吗？过量补钙其实可能对身体有害。曾经有一位奶奶，每天饭后都吃钙片，连吃好几年，结果有天因剧烈腹痛就医，发现肾里长满了结石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她的心脏血管也有钙化的现象。为什么补骨头的钙反而跑去血管里沉积呢？原来，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利用有一定限度，当额外摄取的钙超过身体所需时，剩下的钙可能在血液中游走，逐渐附着在动脉血管壁上，形成像水管水垢一样的钙化斑块。长期下来，血管变硬变窄，心脏负担加重，心肌梗塞和中风风险也跟着上升。大约在2012年左右，国际上有研究开始警告，单纯靠钙片补充钙质的老年族群，心血管事件风险可能略有提高。虽然这一题还有争论，但足以提醒我们，补得过头反伤身体。更何况钙片过量还可能导致高血钙，引发恶心、便秘，甚至干扰心律等问题。对肾脏而言，钙质过多就像砂石过量，难以过滤的结晶累积起来就是肾结石。严重时结石卡住泌尿道，引发肾衰竭或感染，后果相当严重。所以钙片绝不是吃越多越好。长辈需要钙质没错，但最佳来源其实是均衡饮食和适度日晒生成维生素 D。 如果饮食不足，再在医师建议下补充适量钙质即可。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天天猛吞大剂量钙片，否则本想强骨，反而可能伤心又伤肾，得不偿失。第二种危险的常见补充品就是鱼油 Omega-3 鱼油。很多中老年人把鱼油当成保护心血管的灵丹，每天1支软胶囊，认为可以降血脂，预防心脏病。同样地，鱼油确实有它的益处，但乱吃可能带来隐患。我曾遇过一位60多岁的王先生，非常注重养生，除了医生开的阿司匹林预防中风，他还自作主张每天加吃高单位鱼油，希望双重保险。没想到有一次不小心跌倒撞到头部，居然引发脑出血。医生发现他的凝血功能特别弱，伤口出血难止，这很可能跟长期并用鱼油有关。为什么鱼油会让人容易出血呢？原来鱼油中的 Omega-3 脂肪酸有抗凝血作用，它能减少血小板凝集，预防血栓形成。听起来预防血栓是好事，但另一方面，血不容易凝固，意味着一旦出血就难以止血。对于本来就服用抗凝血或抗血小板药物的长辈而言，再额外吃大量鱼油，等于让血变得过稀，稍有碰撞或体内血管破裂，就可能出现大出血的危险，包括脑出血或内出血。除了出血风险，过量鱼油还可能带来其他健康隐忧。有研究发现，超高剂量的鱼油补充反而可能增加心律不整，如心房颤动的风险，让心跳节律乱了步调。此外，市面上一些鱼油品质良莠不齐，便宜的鱼油胶囊如果制成不佳，容易氧化变质。本来 Omega-3 脂肪酸是抗发炎的，但氧化后反而生成有害物质，加重体内氧化压力，对心血管不利。还有些深海鱼油可能含有环境污染物，例如重金属汞、残留。如果来源管控不严，长期吃进这些毒素，对肾脏、肝脏都是负担。听到这里，您或许心想，那是不是干脆不要吃鱼油？其实鱼油本身并非洪水猛兽，对于有明确需求的人，例如高三酸甘油脂血症或风湿发炎的患者，
在医师指导下适量补充鱼油是有益的，但重点是不要自行叠加乱吃，特别是银发族常同时服很多药，在吃鱼油前一定要让医生知道，如果将鱼油当保健糖果吃，一不小心可能让原本平衡的身体补过头，从保护变成了伤害。第三种银杏，许多长辈喜欢服用银杏叶萃取物，听说可以活络血液，增强记忆，防失智。银杏是天然植物，看起来无毒无害，但其实银杏的药理作用相当强大，不当使用一样有风险。银杏最著名的作用就是促进循环，抗凝血，这意味着它可能让血液变得比较稀，不容易凝集成块。对于有动脉硬化的老人来说，适度活血听起来不错，可是同样的双面刃再次出现，银杏可能让出血风险上升，特别是已经服用阿司匹林、华法林等抗凝药物的长者，若同时再吃银杏保健食品，效果叠加，就可能导致流血不止的危险。医学上就曾有报告提到，某些长期服用银杏的病人出现脑出血或眼底出血的案例，怀疑与银杏让血管脆弱、出血时间延长有关。甚至即便没有搭配药物，过量银杏本身也可能引发自发性出血。有人以为银杏可以保护大脑，但事实恐怕令人大失所望。早在2008年，美国就有大型临床试验研究银杏对预防失智的效果，结果显示长期服用银杏并没有显著降低失智或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率。换言之，银杏并不是什么真治仙丹，至少科学证据并不支持把它当防失智药来吃，反而它的副作用倒是确确实实存在。除了出血，银杏也可能引起头痛、心悸、肠胃不适，甚至干扰血糖控制。有癫痫病史的患者更要严禁服用银杏，因为它可能诱发癫痫发作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银杏叶中的某些成分，动物实验中显示大剂量可能增加肝癌和甲状腺癌风险，这让人对长期大量吃银杏的安全性更添疑虑。总之，不要以为草本植物就绝对安全，很多毒药也是植物呢。长辈们即将手术或拔牙前，更应该停用银杏一段时间，以免到时候伤口流血不止。与其迷信银杏能让头脑变年轻，不如通过均衡饮食、多用脑、多运动来保养大脑，更加可靠安全。接下来第四种要当心的是近年非常热门的红曲。不少三高患者听信广告，认为红曲是天然的降胆固醇药，每天吃红曲胶囊来控制血脂，觉得比吃医生开的降胆固醇药安全，没有副作用。然而，身为医师，我必须坦白指出，红曲其实本质上就含有他汀类药物的成分。红曲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莫纳可林 K， 这化学物质和处方药洛伐他汀是同样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当您吃红曲来降胆固醇时，就等于吃了一颗剂量未知的洛伐他汀。既然是药，就有相同的副作用风险。标示不清的红曲保健品反而更危险，因为你无从得知每颗胶囊到底含多少有效成分。一些不肖厂商为了强调功效，甚至可能偷偷添加合成的他汀药进红曲产品中，导致实际剂量超标而不自知。这样的结果就是越补，胆固醇数字看似越漂亮，但肝脏和肌肉可能悄悄出了事。我就曾遇过一位70岁张伯伯，他不相信西药，听朋友推荐改吃红曲控制胆固醇。最初几个月，他的总胆固醇确实下降了，家人都以为找到灵丹妙药。没想到后来张伯伯经常喊肌肉酸痛无力，走路都走不动。到医院检查，肝功能指数暴涨，肾功能也恶化。原来他因红曲过量导致严重的横纹肌溶解症，肌肉溶解产生的废物把肾脏小管都给堵住，差点需要洗肾。所幸紧急停用红曲并治疗后才渐渐恢复。这件事让张伯伯后怕不已，他原以为吃保健品总比吃药安全，哪知道差点送命。其实医师并不反对透过饮食来调节血脂，问题在于红曲胶囊并不是真正的食物，而是含药物成分的提取物。如果长辈真的不想吃处方他汀药物，想自然降血脂，最好的方法是调整饮食，例如少油少糖、多蔬果纤维和培养运动习惯。如果这些方式仍无法达标，再由医师评估用药，
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保健品没副作用，就自行大量吃红曲取代医药监管的治疗，否则不但肝肾受到损害，严重时肌肉溶解、肾衰竭一样可能发生，非常危险。最后第5种要提醒的是，传统观念中备受推崇的人参及各类大补养生滋补品，许多人把高丽人参、西洋参、冬虫夏草、鹿茸这些东西视为补身宝物，长辈们逢年过节也常收到这类补品礼盒，适量服用确实能补气提神，但长期或大量乱补往往适得其反。我国与中医古籍就有云，是药三分毒，再好的补药用错了也会变毒药。人参被尊称为百草之王，但现代医学统计发现，乱吃人参可能引发一系列副作用，严重情况有专门的名称叫人参滥用症候群。意思是说，过度服用人参后出现高血压、神经紧张、失眠、多汗、浮肿、清晨腹泻等症状，更有甚者还可能导致情绪狂躁、幻觉妄想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在中国就曾有报道提到，有人长期乱服大补汤药，结果因为人参引发体内大量出血而不治身亡的案例，可见人参并非完全无害，一旦用过头，后果相当可怕。为什么补药会让人出血呢？因为人参除了补气，也有活血作用，它能促进血液循环，稍微抑制血小板凝集，所以像刚动完手术、大出血、出狱或有出血性疾病的患者，其实忌服人参，否则伤口愈合不良或出血更严重。同样道理，服用抗凝血药的长辈也不宜随便吃人参或鹿茸这些补品，怕加重出血倾向。另一方面，有些高血压体质的人服人参会出现血压飙高、头痛加剧的反效果，而低血压或贫血的人吃人参，有时反而会更头晕无力。糖尿病患者如果一边吃降血糖药，一边又服西洋参、饗强参，结果可能血糖降得过低，发生危险的低血糖昏迷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号称滋补强身的东西，其实药性往往颇强，不是人人适合长期服用。更麻烦的是，很多长辈并不把这些当药，往往是想起来就泡杯人参茶，或天天煮汁人参鸡补身，根本没注意自身体质和时节是否适合。中医讲究辨证施补，若是体质偏燥热、高血压易上火的人，大补之品反而可能加剧失眠，血压升高、头晕头痛。体质阴虚火旺者吃人参，可能流鼻血、口干舌燥更严重。再说冬虫夏草、鹿茸这类名贵补品，现代研究也揭露了一些安全问题，比如天然的冬虫夏草常被检出含有砷等重金属，长期大量服用恐对肾脏造成伤害。鹿茸则属于助阳热性的补药，高血压或前列腺肥大的长者用之不当，可能引起血压飙升或尿潴留等问题。总而言之，补品不是越贵越补，想吃就能随便吃的。虚不受补这句老话有它的道理，身体不需乱补，只会乱上加乱。本来想把老人家养得更硬朗，结果乱吃一通补药，反而让身体失调，伤身又伤钱。说了这么多，您可能会问，难道所有保健食品都不能吃吗？其实并非如此，我们强调的是不要随便乱吃。上面点名的这5种都是特别常见且容易被滥用的保健食品黑名单，它们各有潜在危险，并非人人必须忌口，但一定要在充分评估需要和风险后再决定吃不吃。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往往较复杂，吃的常规药物也多，如果再自行加码各种保健品，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交互作用或者剂量叠加。一颗小小胶囊长期累积，作用却可能翻江倒海。我作为一名行医数十载的老医生，看到太多长辈迷信保健品宣传，结果愈补愈糟的案例，内心实在着急。我的良心告白就是希望唤醒大家，保健食品不是万灵丹，更不是无害的糖豆，千万别被华丽的宣传和偏方迷失蒙蔽。对长辈的保健一定要慎之又慎，在购买或服用任何补充品之前，先问问专业医师或药师的意见，评估长辈究竟需不需要，适不适合，剂量多大，安全。同时定期追踪长辈的健康指数，留意肝肾功能等，有状况及早发现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本末倒置了真正的健康之道。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和按时服药控制慢性病，
这些才是长寿的基石。保健食品充其量只是辅助，绝不能取代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规治疗。当然，如果经过专业评估，确实需要额外补充某种营养，比如维生素 D 或 B12 缺乏等，遵照医嘱补充是有益的。但除了这些必要的情况，不要看电视广告说什么好就猛吃什么。长辈的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多年的老机器，更需要精心保养、细心呵护，而不是随便加注不明成分的添加剂。希望我的这番退休后良心告白，能给所有关心长辈健康的您一个参考，让我们陪伴长辈聪明养生，远离那些看不见的健康地雷，真正享受健康快乐的黄金岁月。